为城，酒为尊，苗为魂。这里是属于重庆彭水的蚩尤九黎城。刚刚我们看画面，大家以为那是什么建筑？以为是亭台楼阁，以为是什么古建筑，是不是？其实呢，那是一道道的门，而且呢是9道门，9九归一。那么今天就来这里看一下几个独特的东西，一个就是9道门，还有呢上面有世界上最大的4合院，还有最高的吊脚楼。今天我们就来探索一下。这个景区叫做蚩尤九黎城。说到蚩尤，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，最耳熟能详的就是他与黄帝大战。那其实蚩尤的故事不止这些，我们简单说一下。说到人文始祖黄帝和炎帝其实蚩尤也是，他们3个人都是在上古时代。蚩尤是九黎部落的酋长，其身份地位呢可以黄帝、炎帝并驾齐驱。他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战神。黄帝一开始也很尊敬他，认为蚩尤是兵主，曾将他的形象画在军旗上面，以此来鼓励部队呢英勇作战。但是呢，后面由于什么特殊的原因，他们2个呢就是属于敌对了。最终呢，黄帝击败了蚩尤。这个蚩尤九黎城可能就是为了纪念他，他是中国最大的苗族传统建筑群，创造了数个世界之最。我们看一下整个这个蚩尤九黎城全览图，9道门，然后上面有一个九黎宫，主要是看这2个。前面那个建筑就是9道门，也是世界上唯一的9进门亭，所以说非常奇怪吧。它这个也是蚩尤九黎城的标志性建筑。这个9道门是非常有特点的，沿着山而建造的，就跟在重庆的十宝寨一样的，依山而建，逐层递增。重庆的很多建筑都是这样的，每座牌门建筑呢错落有致，造型的各异，有3座石门、3座木门，还有3座砖木结构的，它们都是以九黎部落命名的。这里好像还可以打鼓，很有意思吧？我们手碰一下。而且这个鼓下面的建筑是不是有点像兵器，也有点像牛头？像这个9道门现在已经申请了世界吉尼斯纪录，也就是说是世界之最。这个就是其中的一个门，在门在这里其实没什么好看的，主要是空中看比较雄伟壮观，比较奇特。在这个9道门上面有很多这样的雕像，估计这些雕像雕刻的就是当时蚩尤手下那个九黎部落的各个首领，因为蚩尤相当于是总首领。这个9道门我们就简单看一下，现在去看一下上面最独特的一个东西，很有意思吧？奇山怪石，因为确实重庆、贵州这边很多这样的，这边的景色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像上面那个应该就是女子头上佩戴的一些东西。我身后这个建筑呢，是整个景区的标志性建筑，就是九黎宫，它高99米，寓意9九归一，因为是11开间嘛，也是世界上最大的4合院，它是集4合院、吊脚楼还有冲天楼为一体的。现在我们去看一看，它是国内目前最大最高的苗族建筑组群，堪称惊世绝作、天下奇观，已经成功申报那个世界吉尼斯啊。现在进去看一看。刚才忘记说了，这个九黎城的门票是90块钱，但是我用的年卡。一般这种比较贵的景区啊，我都是用年卡。重庆是有旅游年卡的，大家可以去看一看。这个是什么？大家知道吧？这个是貔貅，也就是我们说的聚财神兽，是一种凶猛的瑞兽，主要是招财，嘴巴大，可以看到嘴巴很大，那个腹部也很大，寓意了揽8方之财，就是我们的肚子能够藏东西一样的。古人认为命是注定的，但是运程可改变，故有呢家有貔貅，事事无忧之说。它呢不但是聚财，还可以镇宅辟邪，所以在很多陵墓啊或者家族的大门口是有这个貔貅，也算是一种神兽吧。在这个门口看到几个苗族的姑娘，可能在这里要拍
视频来看一看。挺好玩的，我们再来看一遍，他表演了好几遍，拍了好几遍。青春真好啊！我们准备进去了。里面呢，现在相当于是苗族的博物馆。它这个建筑是世界上最大的吊脚楼。哇，这个碑筒好高啊！我们前2天看了碑楼，它这个是装水或者装液态东西的木桶，太高了，有1米多高啊，差不多1.2米了。背这样一个太累了，我感觉。这里就是天井，一般四合院都是有天井，而且这个天井非常大呀，有几十米长。整个这一块都是天井，我估计差不多有50-60米长。这个天井房，因为四合院的话肯定会有天井的。在古代房子的话，不跟我们现在采光这样的，其实有时候它带点昏暗的感觉。如果大家没有看过的话，去看一部那个贞观的电视剧，有圆光，就是说里面带点昏暗，然后呢，就是我们说带点神秘的色彩一样的。它这个天井也是一样的。所以说，在大宅的深处，采光基本是靠天井这样采光。因为这个四合院是世界上最大的四合院，整个高度是99米，99归1嘛，所以说它的天井自然也很大。那么这栋房子就这个四合院到底修了多少年呢？修复大概是11年，因为上面的很多地板就那个石头啊，都是从遥远的乌江河畔弄过来的。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含义，我也不太懂啊。当然我知道的说一下，但是我觉得是很奇特的。这个树雕，这个叫焦阿姨，在苗族，在苗语中是指美丽善良的姑娘。有一点呢，刚才听导游说，在苗族这边表达爱意是什么呢？就是叫踩脚。如果打个比方，你今天去苗族看到一个喜欢的姑娘，你踩一下脚，如果姑娘也看中你了，就回踩一下；如果没看中就走了。但是呢，你不能一直踩呀。所以说，大概这是他们的一种习俗。现在我们去看一下苗族家中是什么样的。这里有一个展示的，这个是蓑衣，方面很多玉米，因为这边可能有种植的。那这个是他的家门口，风车，然后可能还养了东西，还有一些家禽这些。主要是去里面看一下。其实，在很多地方啊，上面都会放一些玉米、大蒜这些等等。我们进来看一下，一进来就是碗柜，碗柜旁边就是灶台、厨房一样。这是一个苗族的姑娘，大家看到她头上的这些佩戴的没有？好像是有说法，我不太懂，我就不介绍了，因为别搞出错误来了。上面一些厨房的用具，那主要我们是看旁边的。那这个地方是叫什么呢？叫火塘，岁月悠远的火塘。这个在视频里面我们也经常看到。就打个比方说，父老乡亲、亲朋好友或者一家人坐在这里交谈，然后这里上面呢，你看这里有火，上面有一个我们说的那个鼎罐，那里面是可以炒菜的。我特别是在视频里面看到啊，他们炒那个腊肉，那这个是铁的，那个锅铲是铁的，特别是那个声音呢，很清脆，特别好听。就这个是可以打出来的，这个是铁的。然后刚好呢，因为这边比较潮湿、比较阴冷嘛，所以呢，这有火还能驱寒。那上面是什么呢？上面就是腊肉。苗族、土家族，就是湖南、湖北、贵州、四川这边很多人腊肉是熏的，而我们老家江西那边呢，反正我家那里是晒的。每个地方的习俗不一样。
他们有时候啊，我看到视频里面，他们这里还有个铁架，那个锅放在这里进行炒菜或者弄汤，然后一家人围在这里吃饭，是不是很有意思啊？看这里墙上还放了一些照片，父老乡亲围在火塘边取暖谈话。这个上面呢是阿哥阿妹围聚火塘边烧火做饭。然后我们再看看另外一边，大家看到这里有被子，但是我们发现这四周都没有床，这是为什么？刚才听导游讲了，在苗族很早的时候啊，他们是讲究席地而居，也就是说，可能就在这个地上盖着被子睡觉，所以呢，这里是没有床的。这个是他们穿的衣服，是不是挺帅气的？这个是滴水床。滴水床并不滴水，我们在土家族那边也看到了。滴水床也被誉为是幸福的化身，大多数用来婚床。俗话说屋不离八，床不离半，所以婚床的尺码不能用整数，必须得加半寸。伴由陪伴的伴谐音而来，取终身伴侣之意，是夫妻恩爱和养育下一代的秘密场所。因此呢，不是夫妇不可以睡滴水床，所以说这个滴水床呢也是有标准的，大家说明白吧？就是这个样子的。这里全部都是这种床啊，太奇特了。大家见过没有？我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古老的床啊！哦，前面有表演的，我们去看一下。看看他们表演，见过没有？我第一次见的，他们这个服装还挺好看的。在这个九黎城里面，经常是有这种苗族的一些表演，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。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些唱歌跳舞的都是。这个九黎城的主要建筑九道门，还有这个四合院，我们就看完了。这个四合院越到顶部越壮观，不过我也没爬上去，还是挺高的。当然，这个九黎城远远不止这些，只是由于时间的关系，我们没有走完。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多看看表演，然后看看其他的一些苗族的文化。